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爷爷的默默守护与她的成长之路。在温暖如春的小镇一角，坐落着一栋充满爱意的小屋，那里居住着赵丽颖最亲爱的家人。赵丽颖这个名字在星光熠熠的娱乐圈中熠熠生辉，但在这个故事里，她只是一个深深挂念着爷爷的小女孩。有一天，一段温馨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来，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。视频中的主人公正是赵丽颖的爷爷，他坐在自家的院子里，阳光洒在他银白的发丝上，映出岁月的痕迹。他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但双眼依然明亮，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人的关怀。爷爷在镜头前分享着与孙女的日常。他回忆起赵丽颖小时候的趣事，那时的她活泼可爱，总是让家里充满欢声笑语。他也谈到孙女长大后为了梦想而付出的努力，那份坚韧和执着让他感到无比骄傲。每当谈及孙女，爷爷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但也流露出深深的思念和牵挂。赵丽颖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她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逐渐成长为娱乐圈的璀璨明星。她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不懈努力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但即便在光环笼罩下，赵丽颖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和根。她深知家人的重要性，因此总是尽力保护他们不受外界干扰。这段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赵丽颖与家人的深厚感情。网友们纷纷留言表达了对赵丽颖的祝福和对她家人的关心。而赵丽颖本人也看到了这段视频，她深受感动，并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。在繁忙的娱乐圈中，赵丽颖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和淡定。她知道，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，家人的支持和关爱永远是她最坚实的后盾。因此，她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，用实际行动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。赵丽颖作为中国影视界的当红女演员，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备受尊重。然而，在她辉煌的演艺生涯背后，有着一个默默守护她成长的人，她的爷爷。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老人，用他的默默关爱和无私支持，为赵丽颖的成长之路增添了无尽的温暖与力量。首先，赵丽颖的爷爷是她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支柱和精神导师。在她还是一个懵懂少女的时候，爷爷就用他的言传身教，教导她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做人的原则。他不仅是赵丽颖的亲人，更是她的良师益友，用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厚的情感陪伴着她成长。其次，赵丽颖的爷爷是她事业路上的坚强后盾和默默守护者。在她踏入演艺圈之后，面临的是一个竞争激烈、曲折坎坷的道路，但她的爷爷始终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助力者。无论是遇到挫折还是取得成功，她的爷爷都默默地在背后为她加油鼓劲，为她撑起一片蓝天。另外，赵丽颖的成功也成为了她爷爷的骄傲和自豪。作为一个年迈的长者，他看到赵丽颖一步步成长为影视界的佼佼者，心中自然充满了欣慰和喜悦。他的孙女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更是一颗闪耀的明星，为家族增添了无尽的光彩和荣耀。最后，赵丽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背后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在她辉煌的演艺生涯背后，有着一个默默奉献、无私支持的爷爷。他用他的爱和关怀，为他的成长之路铺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。他的故事温暖人心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和亲情的温暖。追风者魏若来非生死里逃生，林乔松心生恐惧。在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中，魏若来一角由王一博出色演绎。他终于逃离了那个阴暗湿冷的牢狱，仿佛从死亡边缘被拉回。他原以为那座冷酷的牢房会是自己的终结之的，从未敢奢望能再次沐浴在阳光下。然而，在他身陷囹圄之时，沈图南在外面为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与努力，这一点他事先并不知情。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。有用。
在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中，魏若来一角由王一博出色演绎。他终于逃离了那个阴暗湿冷的牢狱，仿佛从死亡边缘被拉回。他原以为那座冷酷的牢房会是自己的终结之的，从未敢奢望能再次沐浴在阳光下。然而，在他身陷囹圄之时，沈图南在外面为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与努力，这一点他事先并不知情。尽管魏若来被指控参与非法活动，身陷囹圄，但在他回到住处后，面对街坊邻里的排挤和冷嘲热讽，是周怡站出来为他仗义直言，保护他免受更多的伤害。回到银行后，魏若来同样受到了同事们的冷落，黄秘书更是毫不留情地拦住了他，直接警告他离开央行，不要再给沈图南带来任何麻烦。确实如此，从魏若川金条事件到抢枪事件，每一次事件都给沈图南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和麻烦。在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中，黄秘书的形象并非全然的负面，他对沈图南持有坚定的忠诚之心，然而他的视野相对狭窄，性格中又带有一种心高气傲、争强好胜的特质。这些特点使得他在处理事情时，有时可能显得过于局限和过于争强好胜。黄秘书一直坚信自己才是沈图南最信任的人，是沈图南思想和声音的传递者。然而，这一切的辉煌和焦点都被王一博所饰演的魏若来所夺走。因此，黄秘书急于将魏若来逐出央行，其目的既是为了沈图南，也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。他深知，若能让魏若来重返央行，魏若来的地位将变得坚不可摧。面对央行同仁的冷漠与排挤，王一博所扮演的魏若来展现出了从容不迫的态度。更令人瞩目的是，沈图南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布收魏若来为徒，魏若来因此成为了沈图南唯一的嫡传弟子。然而，魏若来虽然得以幸免，但他最大的收获并非仅仅是成为沈图南的弟子。在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中，王一博所扮演的魏若来早已成为了沈图南的得意门生。沈图南之前已经将魏若来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，正是因为这份信任，他才放心地将与于世清较量和掌控星下股价的重任交给魏若来。若非如此，沈图南不会轻易放权，让魏若来直接参与这场商业角逐。只不过，沈图南之前并未对外公开承认他们之间的师徒关系。此次，沈图南之所以公开收纳弟子，实则是出于保护魏若来的考量。魏若来之前不是一直受到众人的冷落和排挤吗？每个人不都如同避开瘟疫一般疏远魏若来吗？然而，现如今，魏若来已经成为沈图南的弟子，谁敢再对他有丝毫的不敬呢？在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中，沈图南选择魏若来作为其徒弟，这一举动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在于，他希望借此传达出自己对于某种理念或态度的坚持与传承。魏若来，我将坚定不移地保护他，无论耶稣是否降临，都无法改变我的决心。这是我所坚持的立场。当这种情形展现出来时，黄秘书深受打击，他在内心深处轻轻地吟唱道：“我应当在车底隐身，而非置身车内，目睹你们那份深深的甜蜜。”双引号。我猜想，在那个时刻，黄秘书的内心必定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雨，甚至可以说是遭遇了冰雹的侵袭。魏若来经历了一场生死劫后，他的最大收获并不仅仅在于成为沈图南的徒弟。事实上，早在被抓之前，他就已经是沈图南的弟子了。因此，对他来说，这次经历所带给他的，远超过师徒名分的获得。他最大的变化在于气质的转变，已经展现出了领袖的风范，不再显得稚嫩和脆弱。他内在的强势、独特、不羁的特质开始显露无遗，这标志着魏若来实现了个人的蜕变。经过牢狱之灾后，他彻底脱胎换骨，原先的魏若来已在牢狱中消失殆尽。从他和林乔松共进晚餐的那一幕中，我们便可以洞察出一些端倪。在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中，张天阳所饰演的林乔松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。
他周围弥漫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死亡气息，仿佛身上背负着无数生命的沉重。许多人只要一提及他的名字，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，甚至在见到他时，双腿会不由自主地颤抖。魏若来在他的手中也遭受了极大的困扰和挫折。林乔松盛情邀请魏若共进晚餐，意在寻求和解。他不希望魏若公开揭露自己陷害沈图南的事情。魏若来当时展现出了他独特的魅力，那是一种充满力量、神秘而又叛逆的气息。虽然他向林乔松承诺不会透露此事，他却掀起了衣裳，展示出胸口上触目惊心的鞭痕。他眼神中透露出一股狠戾，对林乔松表示他会珍视这份礼物。这无声的威胁意味着，这笔恩怨他已深深铭记在心。特别是他还反过来威胁林乔松，声称倘若日后林乔松继续对沈图南施加不利影响，他必将与林乔松共同毁灭。对于这句台词，我个人觉得将其修改为我保证你不会有好下场可能会更加贴切。尽管表达的方式各异，但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中王一博所饰演的魏若来在用餐时展现出的气场，足以让林乔松这位人物感受到一丝恐惧。毕竟林乔松是个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之人，能够让这样的角色感到害怕，无疑凸显了魏若来所经历的成长与蜕变。魏若来回归央行后，情绪激昂地表达了他的立场。他直言不讳地对黄秘书说：“我并非专门针对你，而是对所有人都持有同样的看法，除了沈先生，你们在我眼中都不值一提。”双引号。因此，经过鬼门关的历练，魏若来实现了升华，他的气质焕然一新，褪去了曾经的稚嫩与冲动，取而代之的是威严、狡黠与不羁。他展现出了领袖的风范，开始以高瞻远瞩的姿态俯瞰央行的同仁，这是魏若来最显著的变化，也是他此行的最大收获。追风者中的这一场景让我们看到了魏若来在生死关头的英勇表现，同时也凸显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脆弱和恐惧。魏若来在面对生死存亡之际，竟然能够非生死里逃生，这种奇迹般的场景无疑让人为之震撼，引发了林乔松等人的恐惧和敬畏。在这一场景中，魏若来展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勇气，他不畏艰险，不惧生死，顽强地战斗到最后，最终化解了危机，完成了飞升。这种超越常人的表现不仅令人敬佩，更让人感叹生命的顽强和可贵。而与此同时，林乔松等人在目睹这一场景时，内心也难免生出恐惧和不安，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对手，而是一个拥有着不可思议力量的存在。这一场景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思考，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可贵。在面对生死存亡之际，我们应该保持坚定的信念，勇敢地面对挑战，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。同时，也要珍惜眼前的一切，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，不畏艰险，不负时光。因此，让我们向魏若来学习，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不畏艰险，敢于追求梦想，永远保持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之心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魏若来一样，在生命的征途上勇往直前，不断突破自我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期待《追风者》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场景和深刻思考。愿这部影视作品能够成为我们心灵的激荡，引发我们对生命、勇气和希望的思考和感悟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